发小3万把自己家荒茶寿承包给我，怎料老树一夜爆芽，发小当场反悔。卫东，你能不能帮我一次？我家那片老茶山，3万给你包下。清溪村那片荒山，山是荒了点，可茶树还在。你是懂茶的人，你包了肯定不亏。哥，那片山草都快盖住垄了，去年没人愿意采，路也难走。我不骗你，家里真等钱用。3万，今天签，今天转，承包期内采出来多少都归你。你确定？采得少我认亏，采得多也归我。确定，只要今天给钱，山就包给你。先看山。行，我带你去。这山也有人敢包？这草都比茶高。林老板别是来买柴火的吧？亏了我认，赚了也归我。哥，有芽。老树没死，只是没人管。卫东，这山你还包吗？包。3万，今天转。还真包啊！3万买一山荒草，林老板有钱烧得慌。包个荒山还要签合同？卫东，咱俩发小，你这是防我？承包款3万，转账支付。承包期内，茶山鲜叶、老叶、修剪枝条和后续收益都归我。任何人私自采摘、搬运、转卖、辞逆，按当日鲜叶市场价3倍赔偿。3倍？卫东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没人伸手，这条永远用不上。行，钱今天到账就行。卫东，你爽快，以后山上采出多少就看你本事了。我靠本事赚钱，也靠合同守钱。卫东，钱都到账了，你还要去哪儿？交山，钱今天到，山今天交。清溪东山老茶山，今天正式交接。承包人林卫东，原承包户周明，现在拍边界。卫东，刚才屋里拍了，现在又拍，村里人看见像什么？不是防你，是防以后谁都说不清。血这么大，村里人看见还以为我卖山坑人。钱收了，山交了，字写清楚不丢人，后头扯皮才丢人。哟，还立牌子，林老板这是怕一山荒草被人偷光啊？偷啥？偷回去喂鸡都嫌老。从现在起，这片山上的一片叶子都归我处理。那山也交了，钱也清了，我先回去看我妈。你回去，山交给我，后面怎么清怎么采，我来安排。喂，你带几个临时工，把镰刀、绳子和竹筐都带上，马上上山。3万包山，还自己花钱割草。林老板，你这是买茶山，还是给周明家做长工？你们笑什么？这山真要出货，后悔的是你们。就这老枝，能出3斤嫩叶都算祖上保佑。别争，先把沟清出来。山不怕荒，怕水闷根。卫东，这山底子比他们说的好。今晚风要是稳，明早你早点来。周伯，明早能看出什么？老树憋了一冬，不怕没人采，就怕有人看不懂。明早5点上山。哥，5点上山也太早了吧？村里人都还没醒。茶醒的比人早。哥，真冒了这么多。芽头齐，叶底厚，山雾养住了。这不是荒山，是没人识货。这要是让昨天那帮人看见，脸都得变色。昨天还没这么明显。昨天你急着收钱，没心思看。昨天还是枯枝，怎么一夜就冒这么多？冒芽又怎么样？茶青又不是长出来就能卖高价。是不一定高价，但这种老树头采，懂货的人会抢。卫
卫东，咱俩发小，这山要是真能出好茶，后面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昨天商量过了，合同也签了。哥，陈老板听说清溪有老树投采，想今天上山看清。这个香气干净，山雾足，老树底子也在。陈老板，清溪村老茶树多得很，你要是收，我们村随便凑几百斤。我要的是这片山，不是随便几百斤。这是今早5点到8点的牙框照片，按拢编号。每一筐采下来，我会做筐码封签，入冷箱前拍温度，进场6辆。你做的细，我先定头采300斤，合格鲜叶按180一斤收。采摘时间、编号、温度记录必须齐，乱采的我1斤不要。180，一斤鲜叶300斤就是5万4，哥，山钱回来了还不止。卫东，这山以前一直是我家管的，采茶的人我熟，要不我帮你找人，后面利润咱们再谈。你昨天已经把整季采摘权包给我了，想帮忙可以，先按我的规矩来。咱俩发小，你非得这么算？今天下午开始试采，记住，我要的是清溪东山第一口鲜，不是别人筐里凑出来的热闹。把村里会采茶的都叫来，林卫东能采，我们也能采。风湖，从第一垄开始。只采一芽一叶，手要轻，不能一把撸。老叶、碎枝、雨水叶都不能进筐。以前采茶哪有这么讲究？差不多嫩就行了。陈老板要的是头采，不是凑重量。合格叶按筐轻重，采工钱每斤3块，当晚结。坏叶混进去，整筐退回。王婶儿，别给人家白忙活了，我那边3块5一斤，摘多少算多少，不用拍照，不用挂牌，现钱结。3块5，那是比这边高。他那边连搂哪片山的都说不清，你们采了也不一定卖得出去。卖不卖得出去，不用你个小姑娘教。林卫东能180卖清溪茶，我们清溪人自己还不能卖。卫东，采茶工都是村里人，你把规矩定这么死，是怕大家跟沾光？想挣钱，可以进山，但进我的山，就用我的筐，走我的编号，按我的标准摘。谁摘老叶，混外山青，今天1分钱没有。我跟林老板采，钱少5毛不要紧，别到时候一筐茶被人说成烂叶子。行，你们讲标准，我看你们能采出多少。哥，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？我就摘几片尝尝，又没拿出去卖。尝茶用嘴，不用摘一箩。林老板，几片叶子而已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别把事儿闹难看。牌子立在山口，合同也拍了，承包期内，没我的筐，没我的编号，谁采都不算数。卫东，他可能就是看着新鲜，一时手痒。你要不把这点叶子收了，别伤和气。这不是和气，是规矩。第一筐乱了，后面300斤都说不清。你山上封得住，清溪村这么多老茶树，你总不能都封住吧？我只封我的山，谁想卖清溪老树，拿得出山场编号和当天记录再说。那就让他们看看，清溪老树可不止你这一片。哥，他们是不是要抢名头了？所以从今天起，每一筐都要能说清从哪儿来。清溪老树的名头锁成自家的，这名头你最有资格说。真挂这个名就能卖180？林卫东能卖，不就是靠清溪老树4个字？这山是清溪的，老树也是清溪的，凭什么只让他一个人赚？周明，那山以前还是你家的，你都不说话，我们更没底。我不是眼红卫东赚钱，可清溪老树这个名头本来就是大家叫出来的，不能让他一家独占。你们要卖清溪老树头采，哪片山几点采，哪一筐，样包留了没有？林老板，你别拿一堆花样吓人，客户认的是清溪村，
又不是你那几张编号纸。客户第一眼认名字，第二口认茶，山场说不清，筐码对不上，喝进杯子里就露馅儿。卫东，你把话说得太满了。清溪又不是只有你那片山出好茶，有好茶就做自己的山场，别蹭我的头彩。吵什么？想要清溪老树头彩，我明早就能给你们凑500斤。客户要名头，咱们就把名头做足。哥，那不是咱们山上的叶子。我知道，下一步他们要把外山青塞进清溪了。看见没有？500斤只多不少。你们昨晚还愁没叶子，今天货就到眼前了。这么多，这要都按180卖，不是发了？先摊开散热，等会儿统一挂清溪老树头彩。林卫东能卖，我们也能卖。老六，这叶子真是清溪这边的？你管他哪棵树，进了清溪村，挂清溪名不就行了？哥，他们真的把外山青拉进来了。叶片大，叶梗红，水气闷。这个不是今天清晨采的清溪东山老树头彩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整个清溪村又不是只有你一片山。那就把山场说出来，哪片坡几点采，谁采的，筐码在哪儿？客户喝的是香气，看什么筐码？包装一贴，样子一做，谁分得出来？这叶子要是混成清溪老树，真被人喝出来，咱们以后还怎么卖茶？你少灭自己威风！林卫东能卖高价，是因为他先找到了买家。咱们差的不是茶，是订单。摸到陈老板那条线，林卫东能接的单，我们也接得下来。哥，不拦吗？拦不住贪心，就留住证据。等茶进杯子，他们自己会露馅儿。你不是认识茶贩子吗？陈老板那条线到底摸到没有？找到了，他茶厂采购群里有人，我递个话过去，就说清溪这边能供500斤老树头彩，比林卫东便宜20，一斤160也不少，500斤就是8万。陈老板，我是清溪这边的老秦，林卫东那片山量小，我们这边村里联合供货，清溪老树头彩500斤160给你。下位，清溪哪片山？采摘记录、山场照片、筐码封签有吗？都是一个村的老树，山场不山场的差不了。您先看价，货肯定够。我收的是稳定批次，不是凑数。没记录的茶，我不敢直接收。陈老板，我们明早送样，你可以喝了再说。要是香气不输林卫东，你总不能只认他一个人吧？可以送样，山场、采摘时间、摊青时间写清楚，样不对，价再低也不要。听见没？他肯看样，只要样做出来，订单就是我们的。可这些叶子，林卫东刚才说红梗重，水气闷，摊一摊，吹一吹，贴个好标签，谁还盯着叶梗看？要下雨了，还采吗？采，雨水一打，分量更足。明早送样，谁都别掉链子。雨水青也敢送？他们抢的不是订单，是退货单。这叶子全湿了，明早还能送样吗？别喊，先护住分量，湿点怕什么？摊一夜就干了。雨水青最怕闷，现在叶子发热，明早香气肯定浊。香气浊就多摊一会儿，客户又不是蹲在这里看下雨。这味儿不对，像闷住了。你现在怕了？刚才算8万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怕？别挑了，先称重装袋。明早送样只拿最上面那层好看的，剩下的等订单下来再说。
你们这是拿坏叶子压好名头。清溪茶要是被人喝坏了，丢的是全村口碑。口碑能当钱花？林卫东一张预订单5万多，你们不眼红？这就贴，山场还没写。明早送样，客户先看名字，等他点头，山场我们再变。送样就挑这层好看的，底下那些先别翻，客户看不见。这味儿都冲鼻子了，还说客户看不见？茶是拿嘴喝的。你不干就让开，今天样一过，订单下来，谁还记得昨晚下没下雨？这里怎么写？陈老板昨天说要山场，写清溪老树头彩，再加2个字儿，东山。林卫东那批不就叫清溪东山？客户听着熟。东山是卫东包下那片，你这么写，他肯定不认。东山又不是他家姓林，清溪东边的山多了，谁能说只有他能叫？等订单到手，你就知道这张纸有多值钱。哥，他们连东山都敢写，敢写不代表敢喝。我不想掺和他们，这个你们留着，别让好茶名声毁了。哥，这就是于水清的证据。不是证据，是样本。茶叶不靠炒赢，靠对比赢。林老板，别怪我抢生意。清溪东山这几个字，谁会用，谁赚钱。陈老板，你先看这个，量比林慧东那边大，价还低。山场编号呢？采摘时间呢？摊青时间只写了清晨。都是村里老树，昨晚赶着做样，纸面没来得及写细。您先喝，茶好就行。这个叶子吃过雨水，还闷过袋。春茶嘛，水气重一点正常。头彩嫩芽不该这么多红梗，你们这不是稳定批次，是凑来的料。陈老板，清溪东山1垄1号真样，采摘时间、框码、鲜叶温度、封框视频都在这里。同水温，同时间，您自己评。一个叫清溪东山，一个也叫清溪东山，可杯子里一个是头彩，一个是雨水清混外山料。你不能只信林卫东，我们也是清溪人，凭什么他说真就真？不信我，茶叶不会替我说谎，也不会替你遮丑，你心里清楚。样我退回，茶青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的事。这个名字别再乱贴。这下怎么办？样都被退了，车上那几百斤湿叶还等着处理。可那杯茶确实闷，红梗也多。你现在帮他说话，那片山以前是你家的，现在好处全让他拿了，你还替他认输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大好晒？陈老板收不收？是不是要下订单？收！收个屁！没收！人家现在只认林卫东那套标准，什么山场编号，什么框码封签，没他点头，咱们清溪茶连门都进不去。凭什么？清溪老树又不是他一个人的。就是，以前咱们卖茶，谁问这么多？现在他把价格炒起来，又把规矩立死，最后客户只认他，不认清溪村。你们说，这钱是不是都让他一个人圈走了？哥，他这是把假茶翻车赖到你头上。让他说，话能煽动人，茶汤骗不了话。卫东，山我包给你了，我认。但清溪老树这个名头不是你买走的，你不能拿着我们村的名头一个人吃完。你想谈名头，先把真假分清，假的挂着真名出去，砸的是所有人的碗。那你就把真凭分出来，别让大家跟着你一条规矩走到死。行，下一杯，当着全村喝。不写名字，谁知道哪杯是谁的？就是不写名字才看得出茶。
闻着香有什么用？村里人又不是茶厂师傅。我做了一辈子茶，嘴还没瞎。这杯清味浊，叶梗发红，水露发粗，不是当天干净投采，里头有雨水清，也有外山料。这杯芽嫩，香气轻，杯底干净，采得早，摊得稳，山场也单一。这杯确实甜，刚才那杯喝着喉咙发闷。A 杯是赵德发他们送去茶厂的样 ，B 杯是清溪东山一垄1号真样。老茶树的名头真不是贴上去就算。样茶能说明什么？客户最后买的是成品茶，谁知道林卫东后面加工会不会也翻车？所以我的每一筐鲜叶，从采摘到进场都有记录。下一步看杀青，不看嘴硬。你搞这么复杂，谁学得来？学不来标准，就别抢标准的价。成品茶才算。也对，鲜叶好不代表做出来就好喝。清溪东山一垄1号，早上8点20封筐，9点05入冷箱，10点20进场。鲜叶入场温度6度，摊青锁45分钟，连加40-50，杀青温度曲线在这里。这个温度稳，嫩芽怕闷，也怕火急，曲线压得住，做出来不会浊。一堆数字谁不会填？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。每一段都有视频，封筐、入冷箱、进场、下锅、出锅，时间对得上，样包也对得上。你从一开始就把后路都留好了。不是留后路，是守标准。茶叶从山上到杯里，哪一步脏了，也入脏了，最后都会露馅儿。卫东，市场上已经有人拿清溪东山乱报价，追加订单我先缓一缓，你把完整溯源资料发我，我要能跟客户说清楚这一杯到底从哪儿来。清溪东山1垄到3垄采摘路线已经标出来了，每只筐都有封签照片，采工、时间、重量、入冷箱温度都能对上。以前我只知道那边叫老茶坡，没想过能分得这么细。客户要喝茶，又不是看账本。卫东，这套链路完整，我能跟客户解释。那追加订单能恢复吗？先别急，市场上已经有2批打着清溪东山的样茶在报价。明天上午，我带客户到清溪，3杯同桌评，谁的茶说得清来路，谁留下。可以，茶、资料、人都在现场。明天见真章。赵德发，明天把你的清溪东山也带来，光抢名字没用，杯子里要站得住。昨天说好的3杯同桌评，今天不听谁喊的抢，只看3件事：茶汤、叶底、溯源。这是昨晚采购群里收到的清溪东山样茶，市场上都在报这个名，我们现在只怕买到混货。我们也带来了清溪东山老树头采，不比林卫东差。山场位置、采摘时间、采工姓名、摊青时长、杀青锅次，茶都在这儿了，还问这么多？说不清来路，就不能叫稳定批次。真茶不怕问，假的才怕问路。我的样资料随茶走，其他2份现场对，同水温、同克重、同时间。茶好不好，喝了才知道。对，今天就让茶自己认家门。这杯香气干净，入口甜，后面有嫩栗香，这个能做高端线。1号，链路完整。闷轻味重，水路粗，杯底红梗多。这个不是同一批山场干净头采，
可能是火候没到位。茶叶嘛，每锅都有差别。不是火候，是料杂。老叶、雨水青、外山青混在一起，锅再好也救不了。这杯更差，隔夜青摊放过头，还想挂清溪东山，这种货进了客户杯子，退货是小事儿，品牌直接砸了。这份市场样是昨晚有人报给客户的，报价人说货源来自你，不一定是我这儿批。后续我只收1号这种可追溯批次，其他打清溪东山的没资料不碰。秦老六，你说这是清溪东山老树头采，我回去一泡，酸味冲鼻子，客户当场退了我的钱。你别在这里嚷，茶叶受潮，回去多摊摊就好了。摊什么？红梗、碎叶、隔夜味全在里头。我花的是好茶钱，不是买你一袋烂名头。货是老六收的，我只是帮着搭个线，你找他别冲我来。赵德初，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标签是你让贴的，名头也是你说能卖高价。退钱，今天退不出来，我就去所有茶饭群里说明白，这批清溪东山到底什么味儿。钱都压在那几百斤鲜叶里了，卖不出去还要退钱，那我们昨天采的工钱呢？慌什么？低点价，总有人收。秦老六，我这单也要退。我也是冲清溪东山买的，现在客户说我卖假山头茶，要我赔钱，你们谁给我说法？别吵，这批茶只是没做好，不代表卖不掉。我现在就找人接货，低价也能出。老钱，我这儿有一批清溪老茶，量大，价格好商量，你过来看看。清溪老树，是不是你们那批被退样的清溪东山？市场上乱传，你别听，茶还是能喝的。价我给你压低，便宜我也不碰。低价都没人要。赵德发，你说能卖高价，我才收这么多叶子。现在退货的找我，压货的也找我，你不能装没事儿。你自己贪快钱，怪谁？标签是你贴的，货是你卖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这边任何打清溪东山的货，我都不收，也不会替你们向客户解释。我们采购端也会把这个批次列入风险样，不是不认清溪，是不认说不清来路的茶。说到底，还是林东东把规矩弄得太死了。以前谁卖茶问这些，现在他一套标准压下来，大家的茶都卖不动了。卖不动的不是规矩，是这杯茶。茶骗不了嘴。我以前总觉得那片山是我家的，名头也该有我的一份儿。仲明，你想清楚再说。我想得够久了。3万块到账那天，我以为自己占了便宜。后来茶山冒芽，我又觉得卫东占了我的便宜。可今天我才明白，我想抢回来的不是茶山，是你把茶山做出来的东西，采摘、冷香、封签、留样，哪一样都不是我手出来的。这话算说到根上了。卫东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那天我拿发小情分逼你分名头，今天又跟着他们把清溪东山贴到烂茶上，是我眼红，是我丢人。道歉我听见了，但茶山不是靠一句对不起立住的。我知道，你要我怎么补，我认。明天重新采。你要真想补，就从第1垄开始，按我的标准做采工，采不合格1分钱没有，混一片外山叶，直接出山。行，我从头学。如果后续批次能按这套走，订单还有机会。明早5点重启头采，
愿意按标准来的上山，只想抢名头的别靠近我的筐。今天只采1芽1叶，每人1只编号筐，采完先验，再称，再封签。知道，老叶不进筐，雨水叶不进筐，别人筐里的叶也不碰。低头看芽，别老想着名头。茶树不认面子，只认手稳。我记住。翼龙1号5点12开采，天气晴，叶面无雨水，采工王沈、周明。这一批按流程走，我下午在厂里等，验收合格，订单就能往回拉。好，今天这批只让茶说话。京西东山翼龙1号封签完整，6点28封筐，7点15到场，箱内温度6度。这次能过吗？不是问我，看叶子。这才是我要的清溪东山头采。这一批可以进高端线，前面暂停的订单，我这边同意恢复。原来按规矩来，真能把好茶救回来。300斤头采订单恢复，价格不变。后续如果批次稳定，我想把这片山单独做一条线。单独做？别再泛泛叫清溪老树。你这片山有资料、有口感、有稳定性，就做自己的山场线，名字就叫清溪东山。哥，真的改成山场线了。不是改名字，是把名字和来路绑在一起。我的名字也在上面。你今天按标准采的那筐合格了，合格就记，谁采都一样。以前我总想着把名头抢回来，现在才知道，能把名字写进来，是因为这筐叶子过关。这批我先做限量线，客户要看的不只是茶香，还有从山到杯子的记录。这4个字，以后不靠别人承认，靠每一批茶自己站住。卫东，以后我在山上只认筐码，不认面子。记住这句话，别只在今天会说。哥，王婶发来的，赵德发和秦老六在路边摆摊，打着清溪老树清仓价，一斤压到原来3成。3成价都没人问，再压就连本钱都没了。清溪老树茶便宜处理，自己喝不亏。当初180都敢喊，现在3成价都没人敢碰。茶坏了，名头也跟着臭。原来包装贴的再好，卖不出去也白搭。你满意了？要不是你把标准抬那么高，我这批茶能砸手里？我没让他发酸，也没让你贴错名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退货的还等着要钱，村里采工钱也没结，我拿什么填？今天先退我一半，剩下的明天给。你再拿清溪东山骗人，我见一次说一次。哥，陈老板说第一批限量客户反馈很好，问我们明天还能不能再出一批。能，按标准来，多少就是多少。第一批客户喝完，反馈比我预想还好，清甜、干净，山场感明显。今天我想追加200斤。哥，按昨天速度，今天赶一赶，应该能多采。不赶，今天能出多少合格叶就接多少订单。
有订单不接？嫩度到的采，没到的留。为了凑200斤，把老叶和半熟家摘进去，明天杯子里就会翻脸。这才是我们敢复购的原因。这一笼到后半段芽还小，我停了。要是硬采，能多半筐。停得对，今天计合格半筐，钱按合格重量结。听见没？不是摘得多就算本事，能忍住不乱摘才算。那今天先追加120斤，后面按你们山场节奏走，不催量。可以。清溪东山只教合格茶，不教热闹树。他少接80斤，反倒让人更信他。卫东，这片山后面要稳定出货，山上最好有个固定管理员，采工调度、边界混茶、封筐交接都得有人盯。卫东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难看，但这片山我确实熟，以后采工、路、沟我都能帮着管。要是有管理分成，我也想争一争。如果一开始你按合同来，不蹭名头，不贴假标签，这个位置我会优先考虑你。现在不行了。现在不行。山场管理不是熟路就够，还要守得住边界。你之前越过一次线，我不能把整条线交给你。能不能重新被信任，不看你说什么，看你做多少批。行，我先把这一筐采明白。林老板，我家后沟还有一片老茶山，也荒着。林老板，这山荒了2年，但树没死，价钱你看着给。我就一个要求，别像赵德生他们那样乱贴名头。先不谈价，树龄、崖况、路、沟、水汽都看完再说。这片山要是包下来，也从1号坡开始建档。每片山都从第1张照片开始，没档案的山，后面再好也说不清。这山底子不差，就是沟堵了，风进不来。沟我今晚就清，合同怎么写，边界怎么定，我都听你的。不是听我的，是听规矩。承包期、边界、私采赔付、山场注明和样包留存，都要写进合同。以后不管茶卖高卖低，谁都不能反悔。今天只立档不采叶，明早看露水、看崖况，再决定采不采。后沟这片山以后就叫后沟1号。不用挂清溪老树，好茶不用蹭大名，能站住自己的批次才叫山场。清溪东山2垄3号6点40分筐，样包已经留好。现在听你报这些，我心里反倒踏实，不像以前摘完一堆叶子，卖不卖得掉全靠碰运气。以前我嫌规矩麻烦，现在才知道省麻烦的也是规矩。这一批继续走限量线，后沟1号要是能按这套建起来，后面也可以试小批量。那边喊破嗓子没人买，这边少采半筐还被追着订，差的到底不是名头，差的是能不能对得出名头。这几个字儿比清溪老树还稳。林老板，今天能采了吧？我昨晚一宿没睡，就怕这批芽错过。能采，但只采1号坡前半段，后半段继续等。后半段也有芽，为什么不一起采？芽不齐，硬采就会混老嫩。昨天清溪东山少接80斤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后沟1号1坡1筐，5点38开采，叶面露水已退，标准1芽1叶。以前我总嫌慢，现在才知道，慢一点，心反倒稳。
过。后沟1号可以先做试样，量不用多，把第一口做稳。好。新山第一操，不抢快，只抢准。后沟1号一坡一框，6点48封框，7点32到场。冷藏期间温度保持6度，叶面干净，嫩度一致。林老板，这算过了吗？鲜叶过了，试样还要看茶汤。后沟1号和清溪东山不一样，清溪东山清甜，这个更厚一点，有山阴气。香气没有清溪东山那么高，但回甘稳，适合做小众线，不适合硬蹭清溪东山的价。那是不是卖不上高价？不是每片山都要卖同一个价，后沟1号要卖自己的味道，先别急着喊贵。他也有自己的第一张成绩单了。我可以先收这批试样，但暂时不下大订单。后沟1号至少连续3批稳定，我再给他单独开线。行，3批就3批，第一库都等了，也不差后面这几天。后沟1号以后按批次走，不按我心急走。陈老板，3批都在这儿了，每批都是按林老板说的，没催芽，没混笼，没多摘，采摘时间、摊青时间、杀青锅次都能对上。第一批回甘稳，第二批香气稍高，第三批厚度最明显，变动有，但都在合格范围里。这个山场特点出来了。它不是清溪东山那种清甜，是更厚更沉，适合做小众线。那后沟1号能开线了？我可以开小亏量试销，但第一批只要80斤，不做大宣传，先看客户复购。别急着要多，后沟1号第一批要稳，不是要热闹。80斤就80斤，卖自己的味道，不硬蹭别人的价。哥，后沟1号也有自己的线了。有线不难，难的是每一批都不越线。我回去就把边界牌换成正式的，以后这山按批次说话。清溪东山130斤，后沟1号80斤，两边框码、冷箱、样包都分开。后沟1号的框我都盯着。没混一片清溪东山的叶，以前大家抢着贴同一个名，现在倒好，谁都怕混错。后沟2坡今天别采，芽还没齐，别被80斤订单催乱。知道，先稳住第一批，后面才有第2批。2条线都有人问，客户终于听懂了，不是所有清溪茶都一个味儿。那我们是不是能扩成3条线、4条线？先把2条线守稳。山场线不是越多越好，是每条都能说清。这2条线如果稳定到月底，我会把你这套山场模式推给更多客户。可以，但客户越多，规矩越不能松。林老板，我家南坡也有老茶树，你看清溪东山和后沟1号都起来了，我这片也能做线吧？我家的更好，离路近，采起来省工，价钱你定，只要能卖出去就行。下午先看南坡，谁愿意按规矩走留下，只想蹭热度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林老板，就那片，离路近，采工上山也方便。你看完要是合适，
今天咱就能定。路径是优点，但这片山现在不能做高端线。为什么？芽儿也有，树也老，怎么就不行？老树和新苗混在一起，叶龄不齐，南坡晒得急，芽头香气高，但水路薄。现在硬做高端线，第一杯可能好闻，第二杯就漏短。先分树龄养一季，再看能不能做普通鲜叶皮。对，先清沟，分老树区和新苗区，明前不抢高价，做基础鲜叶，稳定2季，再谈山场线。别人都想让你多收，你倒好，送上门的山还往外推。我不是收山的，我是做茶的。山不合适，硬收下来，最后砸的是你的山，也是我的牌子。行，南坡先不挂名头，先养山，你怎么建档，我怎么配合。记住，能写魏彩也是标准的一部分。茶叶这东西，山场能骗人一时，茶汤骗不了第2杯。真正值钱的，从来不是抢来的名头，是守出来的标准。